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今天我们来解读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的深度分析。我的感受是 SpaceX 已经不是一家单纯的火箭公司，这次如果真的按 1.75 万亿到2万亿美元的估值上市，它卖的是一张非常昂贵的未来门票。本期视频围绕着4个问题展开。第一， SpaceX 到底还是不是一家火箭公司？第二， Starlink 是不是已经真的变成现金牛？第三， AI 板块为什么一边给估值，一边又在吞掉利润？第四， 1.75 万亿美元这个 IPO 价格，到底是在买伟大公司，还是在用好价格买一个过早兑现的梦想？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判断。 SpaceX 不是经营性崩塌，它的问题不是没有好业务，而是好业务赚出来的钱正在被2个更大的赌注迅速吃掉。简单来说， Starlink 在供血， Starship 在进化， AI 在烧钱。所以看 SpaceX 不能只看火箭厉害不厉害，也不能只看马斯克会不会讲故事，真正要看的是这个内部飞轮能不能转得足够快，快到足以支撑 1.75 万亿美元的价格。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SpaceX 到底还是不是一家火箭公司？这里有一句话很关键， SpaceX 正是把自己从商业航天公司重构成空间数字与物理基础设施提供商。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大，但翻译成人话就是他不想只卖发射火箭服务了，他想同时控制进入太空的路、太空里的网络，以及未来可能在太空里运行的算力。这就像当年亚马逊不是只卖书，后来变成电商、物流、云计算的基础设施。 SpaceX 现在想讲的是太空版的基础设施平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业务结构图， Space 板块负责把东西送上轨道，星链负责把轨道能力变成订阅收入， AI 板块试图把连接、能源、算力和轨道打包成下一代基础设施。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概念多，而是链条闭合。火箭不是单独赚钱的工具，它是帮 Starlink 降成本的工具。 Starlink 不是附属业务，它是整个体系的财务心脏。 AI 也不是简单加一个时髦标签，它是公司想把估值天花板再往上抬的远期期权。我认同的是 SpaceX 确实有别人很难复制的垂直整合，但也同时担心 AI 这条线现在还没有证明经济模型和商业盈利。第二个问题，星链是不是真的现金牛？这个地方数据非常硬。2025年星链板块收入 113.87 亿美元，营业利润 44.23 亿美元，调整后 EBITDA 71.68 亿美元， EBITDA 利润率大约 63%。 63% 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一个还在烧钱换增长的互联网故事，这更像一个高成长通信基础设施，资产已经进入规模盈利期。换句话说，星链已经不是 PPT 里的星座项目，它开始像一台在轨道上运转的现金机器。用户数也能支撑这个判断。到2026年一季度，星链订阅用户大约1030万，覆盖164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大约 105%。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过去星链是在天上铺路，现在路铺到一定密度之后，车流开始真的上来了。更重要的是，它卖的不是一次性硬件，而是每个月持续收钱的连接服务。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市场愿意给它更高倍数，因为订阅型基础设施比一次性发射收入更像一条长坡厚雪的生意。但是别急着把星链完全神化，这里也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变化。随着星链向拉美等新兴市场下沉，平均每用户收入已经开始下降。2025年平均每用户收入约92美元每月，另一个口径是81美元每月。而2026年一季度有分析观察到可能进一步下探到66美元。这说明什么？用户增长大概率还能继续，但高利润率不是自动延续的。说白了，星链从高 ARPU 成熟市场
走向全球化扩张之后，要靠企业、航空、海事、政府和军用客户把利润率撑住。这个结构升级如果做不好，估值模型里最稳的那块砖也会松。第三个问题 ，Space 这个发射业务为什么看起来不赚钱？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Space 板块2025年收入40.86亿美元，营业亏损6.57亿美元，调整后 EBITDA 只有6.53亿美元。如果只看这一行，你会觉得，火箭业务是不是没那么好？但实际情况是，它的功能已经变了。它越来越像内部基础设施部门，负责给星链组网、给 V3 卫星、VR、Mobile 未来轨道算力提供运输能力。它不是单纯对外卖票，而是在给整个集团铺轨道铁路。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射成本这组数据，猎鹰9号火箭的单位入轨成本大约2700美元每公斤，而传统成本大约18500美元每公斤下降约 85%。一级助推器复用次数已经超过34次，单次发射边际成本降到大约1500万美元。这就是 SpaceX 最硬的护城河之一。很多公司讲平台是讲流量， SpaceX 讲平台是它真的把上天这件事的成本曲线打下来了。这个能力一旦和星链结合，就不是单点技术领先，而是系统成本优势。但是 Space 板块利润为什么没体现？原因也直接， Starship 星舰太烧钱。2025年 Starship 星舰相关投入约30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又投入约 9.3 亿美元。所以报告的理解是，成熟的猎鹰体系在补贴 Starship 星舰的待机跃迁。这个说法我认可。问题是补贴可以持续多久？如果 Starship 星舰按预期商业化，那这些投入是未来成本曲线的门票。如果商业化延迟，那它就会变成压在利润表上的重物。接下来讲这份报告最关键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AI 板块2025年收入 32.01 亿美元，营业亏损 63.55 亿美元，调整后 EBITDA 是亏损 12.37 亿美元，这组数很刺眼。收入只有星链的约 28%， 但经营亏损远远超过星链的营业利润。更夸张的是资本开支，2025年 AI 的资本开支大约127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达到 77.2 亿美元。这不是普通亏损，这是一个正在用很大力气把公司现金流吸进去的黑洞。很多人看到 AI 会本能觉得这是好事，因为现在资本市场愿意给 AI 估值。但 SpaceX 这个 AI 故事有点特殊，它不是纯软件，也不是只租 GPU， 它想讲的是地面算力、能源连接，甚至未来轨道计算卫星的组合。这个想象空间确实大，但现阶段经济模型和商业模式没有跑通。我的判断是 AI 是 SpaceX 估值里最大的向上期权，也是最大的价值毁损风险。它如果成功，公司会被重新定价；它如果只是持续烧钱， Starlink 星链赚的钱会被不断稀释。报告里提到一个正面信号，就是与 Anthropic 合同约定从2026年5月起， Anthropic 每月向 SpaceX 支付 12.5 亿美元，直到2029年5月，理论年化收入大约150亿美元。这个数字非常大，如果稳定执行，它能显著改善 AI 板块收入质量。但问题是，这份合同允许任意方提前90天取消，也就是说，它更像验证性订单，而不是完全锁死的长期现金流。这个地方一定不能按150亿年化收入已经稳稳进账去建模。我们再把公司整体财务摊开来看，2023到2025年 SpaceX 收入从 103.87 亿美元增长到 140.15 亿，再到 186.74 亿美元。2025年同比增长 33.2%， 收入确实在涨，
但净利润却波动很大，除了2024年盈利，其余年份都是亏损。2026年一季度收入 46.94 亿美元，经营亏损 19.43 亿，净亏损约 42.8 到 43亿美元。也就是说，2026年一季度单季亏损已经接近2025全年。这组财务数据不能简单理解成公司不行，更准确的说法是，利润表正在被新一轮基础设施投入扭曲。2025年调整后 ，EBITDA 仍然有 65.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公司不是没有盈利能力，而是资本化扩张的速度远远超过利润表承载能力。这就像一个现金流不错的家庭，突然同时买工厂、建电站、修铁路，收入不错，但钱出得更快。所以判断 SpaceX 的关键不是问他现在赚不赚钱，而是问星链的现金流能不能同时支撑星舰和 AI。 这里给出的答案很冷静，足以支撑 Space， 但不足以单独覆盖 AI。 这就带出 IPO 募资的问题。报告说 SpaceX 计划在纳斯达克以及纳斯达克德州交易所上市，预计发行 5.5556 亿股普通股，发行价135美元每股，对应750亿美元募资规模，以及约 1.75 万亿美元股权估值。目标上市时间是2026年6月12日。750亿美元听起来像一座金山，但这座金山不是全部用来冲锋的。报告里还有一个细节，2026年3月，公司新增200亿美元过桥贷款，且信贷协议要求 IPO 的净现金流在6个月内优先偿还相关借款。也就是说， IPO 表面是为增长融资，实质上也承担了资产负债表修复和债务置换功能。所以建模的时候不能把750亿美元全部当成新增长弹药，更合理的拆法是3层，一层被动偿债，一层维持 AI 和 Starship 星舰的资本消耗，最后一层才是真正的新增扩张资金还有治理结构。 SpaceX 采用双层股权， Class A 每股1票， Class B 每股10票。马斯克 IPO 后预计持有约 82% 到 85% 投票权，公司会作为 Controlled Company 运行。这意味着普通投资者买到的主要是经济权益，而不是相称治理权，这个折价应该体现在估值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估值。1.75 万亿美元到底贵不贵？按2025年收入 186.74 亿美元计算，大概是 94.5 倍 PS。 这个倍数明显高于传统航天军工，也高于成熟通信运营商，更高于多数基础设施公司。但只说贵，其实没有讲到重点，关键是市场在给哪块资产付溢价。报告里列了几个估值观点。Morningstar 给出公允价值约7800亿美元，较目标估值低约 55%。 核心担心是 XAI 存在显著价值毁损风险。Damodran 给出的基础估值约 1.22 万亿美元，认为 1.75 万亿在分布区间内，但几乎没有上涨余地。还有一些 SOTP 框架，基础公允价值大约 1.0 到 1.2 万亿美元，牛市情形可以到 1.7 到 2.0 万亿美元，但前提是 Starlink、Starship 和 XAI 3个乐观假设同时成立。我的判断是 1.75 万亿美元不是完全没逻辑，但安全边际很薄。说白了，这个价格不是在为今天的收入和利润买单，而是在为2030年前后的成功路径提前全额付款。他要求 Starlink 星链继续高增长，而且利润率不要被 ARPU 下滑侵蚀，要求 Starship 星舰按期商业化，把入轨成本进一步打下来，还要求 AI 从资本黑洞变成新的现金流引擎。3个故事同时兑现，它就能解释，只要有一个故事明显掉链子，估值就会回到地面。这也是我觉得这期最应该提醒大家的地方。伟大公司和好价格不是一回事。
SpaceX 很可能是一家伟大公司候选，但在 IPO 目标估值附近，你不是用便宜价格买伟大公司，而是在用接近牛市情形的价格买一个必须持续兑现的高难度剧本。这个剧本很精彩，但它没有给投资者留下太多犯错空间。再看对市场的影响，报告提到 SpaceX 这次 IPO 不只是一个公司上市，它可能重建整个商业航天估值体系。第一层是流动性，750亿美元募资规模意味着机构可能要从现有大型科技股和高成长板块里挪钱。第二层是指数纳入，纳斯达克规则调整后，巨型 IPO 可能在上市后15个交易日内快速纳入纳斯达克100，初始流通盘小被动资金买盘集中，上市初期股价可能被推高，但后续解禁时波动也会被放大。第三层是行业估值锚， SpaceX 一旦公开披露 Starlink 星链收入、利润率、发射节奏、资本支出、Starship 星舰规划，商业航天板块就第一次有了一个足够清晰的定价参考。 Rocket Lab AST Space Mobile Planet Labs、Blue Origin 等都会被重新比较，对中国市场也一样，但要分清楚主题映射不等于业绩兑现。最后我们来看看风险。报告说得很好， SpaceX 最大风险不是火箭会不会报这种单点风险，而是三重错配。第一，估值和兑现节奏错配。现在的估值买的是2030年甚至更远的成功预期，但财务报表反映的是2025到2026年的高资本消耗现实，估值压缩往往会先于基本面恶化发生。第二，资本需求和现金引擎错配。 Starlink 能覆盖 Space 的亏损，但不足以独立覆盖 AI 的经营亏损加 AI 的资本开支。第三，经济权益和治理权错配。普通股东享受经济回报，但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制衡能力很弱。所以我的投资框架是，如果是短线交易型资金，可以关注上市初期的小流通盘，指数纳入稀缺性溢价，但仓位要控制，因为这更像事件交易，不是安全边际交易。如果是长线成长型投资者，可以更倾向于等1到2个财报周期，看 AI 亏损和资本开支有没有边际收敛，看 Anthropic 合同是否稳定执行，看 Starship 星舰商业化有没有实质推进。如果是价值型投资者，在 1.75 万亿美元附近，很难说它有充分安全边际。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结论， SpaceX 这次 IPO 本质上不是火箭公司上市，而是 Starlink 星链现金流、Starship 星舰成本曲线、AI 远期算力故事三者打包上市。它最强的地方是内部飞轮真的存在，它最危险的地方是估值已经假设飞轮会高速、稳定、连续地转下去。我的最终判断是，公司值得长期跟踪，甚至可能值得长期持有，但在 IPO 目标估值附近，首日不追高，中期等回调和基本面验证，可能是更舒服的策略。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你把 SpaceX 拆成 Starlink Space AI 3块，你最愿意为什么付钱？是已经赚钱的 Starlink？ 是可能改变成本曲线的 Starship？ 还是那个还没证明但想象空间最大的轨道 AI？ 欢迎在评论区讲讲你的判断。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